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意时钟的钟，飘逸的逸。我回来啦，从月子中心回来了。没错，前一阵子我们夫妻俩刚刚迎接了人生中第一个小宝贝。由于是新手上路，过程比想象中的还要辛苦，所以我也就将近1个月没有更新影片咯。不过终于这几天小孩子刚满月，照顾小孩子的技巧也逐渐熟练，这才稍微有点时间可以来制作影片。虽然我仍旧会非常的忙碌，不过之后只要有时间，我还是会尽量维持创作。也希望走过路过的伙伴们有机会帮我们多多订阅，让我的订阅人数尽早突破1000大关，才能够开启收益，让我加减替我们家女儿赚点奶粉钱哦。非常感谢你们。好啦，那就让我们说回本次的影片主题：如何透过 C3 开发线上排行榜游戏。关于这个主题呢，其实先前我已经被很多伙伴们询问过了。当然，我有透过简单的文字进行回复。有关于这个线上高分榜的实作方案，老实说，它并没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让你马上就可以做到。你势必是需要建立以下3个元件，分别是第一个游戏端，也就是透过 C3 建立的游戏；第二个储存端，也就是储存高分榜的位置；第三个存取端。坐落在两者之间，它的工作是接收游戏端传过来的高分讯息，然后更新到储存端的高分榜内容，又或者是回应游戏端的需求，展示目前高分榜的现况。这3者之间主要是透过 HTTP 或者是 HTTPS 来沟通。针对存取端，你可以透过动态网页这种语言来实作，好比说 ASP、JSP 或者是 PHP。以我个人来说，就是设计一个 top.php 的网页。这个网页呢，接收2个参数，第一个是 list。它分别是0或1。当 list 为0的时候，就是指回传目前的高分榜，不会去更新高分榜的资讯。list 为1的时候，则是会去尝试更新高分榜的资讯。那么你就需要再额外带2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 score， 第二个参数则是玩家的名称 name。整个 PHP 网页的回应结果是透过 JSON 来包装，其中标签 result 会告知存取是否成功，标签 list则会列出高分的成员细节，每个成员又分别用标签 INS 来个别代表排名、名称以及分数。这个 PHP 的原始码我会包含在 C3 游戏专案的 file 资料夹里面，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自行研究一下。在这边我就先简单展示一下执行的结果。当我单纯的只是想要取得高分榜，我的参数 list 就会填入1，那么我就会取得完整的高分榜资讯，并且用 JSON 的格式进行封装。我们可以把这个 JSON 的结果丢到 JSON Online Parser 上面去看一下，它的语法是正确的，并且可以取得正确的列表。这个结果我后面也会在游戏中进行验证，就是当我按下左上角奖杯的时候，游戏就会发出一个 address 的 HTTP request。在取得这个 JSON 之后进行 passing， 接着就会显示到游戏画面上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是想要更新高分榜，也就是当玩家游玩之后取得一个高分，就可以将这个分数丢到这些网页上。此时你就需要将 list 的参数设定成0，并且填入 name 以及 score 2个参数，让 PHP 的网页决定是否能够载入高分榜之中。如果载入成功， PHP 就会在标签 me 之中写入此次玩家的排名，以供游戏中显示自己排名的成绩是否落在第几名。一样，透过游戏中来 passing， 我会显示在画面上，让玩家知道自己已经成功的登录到这个游戏的线上高分榜中了。其实呢，整个实作最复杂的部分就只有 PHP 这端。在储存端，你可以选择用资料库来当做媒介，但是我这边希望尽量提供一个简单的案例，所以我单纯就只是存成档案。唯一要注意的是，你需要确保这个档案在存取的时候，一次只能有1个使用者进行修改，所以你可能会需要使用 PHP 的 logfile 相关的程式码来存取。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使用的是资料库当做媒介，一样也得考虑到非同步存取的议题。所以我就说啦，这种线上高分榜实在是很难用1-2句话就说完的。在游戏端的部分，当然是透过 C3 设计，你可能需要懂得如何使用 Ajax、Browser、JSON、Array 等相关工具。这个部分我就不一一说明了，你可以参考本次游戏的原始码。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由于处理这种多层次的 JSON 格式，如果你要透过 C3 原本的工具来进行处理，那会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个人处理方式是透过自己写好的 JavaScript 来处理 JSON， 将最后处理好的内容再以 C3 Array 形式回传给 C3 Array 的物件，进行 load from JSON 动作，这样会大幅降低资料处理的困难度。或许在这之后有时间，我会再做一支 C3 JavaScript 的影片。如果你很有兴趣，也可以让我知道，我才会优先制作这样的内容。毕竟 C3 JavaScript 的功能比较进阶，并不是每个开发者都需要马上知道，对吧？好，那就让我展示一下这个游戏吧。其实这款小游戏的概念，就像是每年庙宇不都会是有那种宝贝的比赛吗？好比说，连续宝贝最多次醒杯的那个人可以获得一些祝福金。
我就想说换做成另外一个类似的游戏，每个硬币都有钱跟笑脸两面，当丢出的组合是钱跟笑脸，就可以获得1分；当丢出的组合如果是钱加钱，就可以获得3分。如果你丢出了2个笑脸，那不好意思，游戏就会结束。游戏的操作也非常简单，就只有2颗按钮，一颗是左上角的奖杯，按下去之后就会取得线上的高分榜，另外一颗则是正下方的丢钱币。如果说玩家获得的分数更新了线上游戏的高分榜，它就会显示排行，不然你就可以重新挑战游戏。玩家可以点选右上角的买 ID， 改成自己喜欢的名称。如果是空白，则一律会以 Player 的名称更新到储存端。好了，就是这样。让我简单展示一下这款游戏的操作过程吧。OK， 基本上这个高分榜的游戏实作的部分已经完成了，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部分。首先，存取端的 top.php 网页基本上是完全信任玩家丢过来的资讯。如果你告诉这个伺服器有什么超级诡异的高分，它都会买单。所以如果我用以下的范例，你就可以看到。高分榜已经被更新成一个完全不正常的状态。这个部分你可以在更新高分的时候要求回传一个合法验证码。至于这个验证码的产生方式，你可能要自行设计一下，好比说用时间加上一个你设计的密钥，或者是更复杂的 RSA 伺服器取得资讯，这样就不会让阿猫狗乱七八糟的人透过这个 PHP 网页更新了一个完全不正确的分数。到目前为止听起来还 OK 对吧？但实际上，如果你使用 C3 进行游戏开发，输出的结果就会是 JavaScript base。你用来产生验证码的方式很有可能会被发现，毕竟 JavaScript 是一种将原始码送到终端执行的语言。那么该怎么办？或许你可以考量使用 JavaScript 打乱器来产生检视不易的原始码，就像这样。这样一来，就算你使用 Chrome 的开发者模式，也很难去理解这段程式码到底是怎么写的。或者是你可以换一个思路，在游戏进入之前，必须让玩家先注册账号密码，依据登录的 IP 位置作为认证的依据。不过你可能也会遇到更多复杂的事情。总之啊，如果你想要做一个线上的游戏，或是有一些线上的操作，凭良心讲都不会太困难。先决条件就是只要大家都是公平的存取，没有透过一些作弊的行为来操作线上的资源，那么设计上就会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如果你将这个网页放在公开的网际网络上，自然就会有奇怪的人尝试去破解、修改、窥探你是否有资讯安全设计上的漏洞。那么，为了防止这些不正常的使用者，你就得花上数以百倍以上的时间来处理这些烦心的事情。怎样才可以在开发成本跟资讯安全上面进行取舍？这就在于你个人的考量。更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去研究相关的知识，以及额外投入多少的时间来设计这样一款线上的网络服务咯。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如何透过 C3 开发线上排行榜游戏的内容。游戏专案的原始码我一样会放在说明栏里面，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下载回去进行参考研究。有什么问题以及指教，也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进行留言。如果说这次的影片有帮助到你，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你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原动力，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参与。我是忠义，始终的忠，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